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 iPad 盲盒，号称最高型号有机会能抽到 iPad Pro， 但是一个盲盒的价格呢卖199块。所以我一口气花了2000块买来了10个盲盒，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啊，这些盲盒里到底能够开到些啥。这个素材呢是粉丝提供给大新的，他说他想买一台 iPad， 但是又不想花很多的钱啊，于是就看到了这个 iPad 盲盒，想让咱们评测一下。行，那今天就满足你啊，我这钱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了啊，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。来吧，那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小的开了。哇，它这个包装很严实啊，估计里面不会让我第一件就欧黄了吧？来，第一个包啊，我们看看有什么哈，一个泡棉，哇，真的是 iPad 啊，你看。这几台啊？这是不止一台啊！哇，有2台啊！你别说，这还真是 iPad 啊，朋友们，还是16G 的啊！你看，我这看的不像是新款啊，这是不是 iPad 1代啊？这台估计也是一样的吧？哦，没错，两个一模一样，同样都是16G 的啊。它这个充电口是这么长的，最少是11年、12年那个时候的，那这个就是老古董了呀。我这有一个 iPhone 4的充电线，我看能不能用啊？哦，能充电，那行，那就先让它充着吧。来，继续啊。咦，换汤不换药啊，朋友们，1台、2台、3台，我干，这个包啊，直接有3台，全部都是碎了屏的。啊，这个是黑色的，也碎了，3个估计也是一样的啊，全部都是战损风格。等会儿统一开机吧。那这就已经开了5台了啊，还有剩下5台，来继续啊。哎，这里就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我去，这一堆现送的是新款的啊，那证明这个应该是新款的平板，朋友们。哇，这应该是新的吧 ？iPad 哦，这里写了啊 ，iPad Air， 只要不是普通版，那这个 Air 的话，最少能值好几百块，朋友们。而且这个没有破屏，保存的特别之完好啊。还有一台，哇，这台是小的 iPad Mini， 只要能开机啊，这2台应该是赚的啊。而且屏幕也没烂，正好拿他送的这个线充电啊。好，继续啊，这还有个小盒子，出奇隐私的塑料袋，对。但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造型还是个黑色的，你看充电口它也是很老的，造型是这种的啊，跟咱们刚刚开的这个差。还是有区别的啊，反正充电口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大充电口，内存是64G 的。不管了啊，我先充个电啊，至少是没破屏啊。现在已经开了7台，还有3台，10台都已经快开完了，朋友们。这他说的那个什么 iPad Pro 在哪里啊？你想一想，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了，因为开盲盒开了这么多次啊，这盲盒人家都是睁着眼睛放进去的，应该是不太现实的。咦，这不用看，还是老款，1台、2台、3台，刚刚好啊！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啊！这盲盒全给的是这种东西，我都已经有这么多台了，而且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估计最贵的可能就是我手上这台 iPad Air， 稍微还值点钱，其他的啊，现在就是给卖废品的，人家可能都不会要啊。我真的不是上去进货的啊，这商家全发的是这鬼东西，只有3样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有的 iPad 呢，我已经全部充上电了啊，但是唯独发现一款啊，充了电啊，死活开不了机，一直卡在那个 logo 界面。现在显示没有电了，直接血亏199。总共这10台呢，一共有7台，全部都是 iPad 3，包括这台坏掉的啊。价格平均是在几十块钱左右，跟 iPhone 4S 差不多一个价。3台50块钱一台吧，57就350块钱。还有这个 iPad Mini 啊，价格也就是从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出头啊。价格最贵的可能就是这一台 iPad Air 啊，平均网上的那种二手价格大概是120块钱左右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台啊 iPad 1代，容量是64GB， 这台呢是一个老系统的啊，你看。而且它内置装了很多的游戏啊，这个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如果是二手的价格，平均是在300块钱左右。别看它是第1代啊，但是它是老系统版本，就有点像是怀旧版一样啊。你像以前超级火的那什么切水果的游戏，这上面也有，你看。玩的丝滑流畅啊，跟咱们之前买的那个什么老系统的 iPhone 4、iPhone 5是一个道理啊。但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这个 Home 键啊，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问题。哎，你看还有这个飙车游戏啊，也是可以玩的，游戏都是正常玩，而且也不卡。这不知道是有多少年前很多人想拥有的一台设备啊，反正我的童年呢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。然后除了这个老版本的啊，其他的全部都是新版本，用起来呢也是超级无敌的卡啊，你看看。所以朋友们啊，2000块钱这一堆平板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作何感想啊？真真实实钱是花在咱们自己身上啊。套路呢跟之前网上卖的那什么苹果手机盲盒是一个道理啊，手机盲盒也是几十块钱一个，但是你买到的大多数全部都是什么 iPhone 3啊、iPhone 4左右的，也就值几十块钱一台。没想到平板也出了这样的，只不过是平板它比那个手机可能稍微成本会贵一些，所以也卖199一个。而且最重点的是啊，还有一台坏掉的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啊，根本连机都开不开，这商家都没测试，可能就是一直放在他家里面压箱底的库存。突然有一天碰到我这个冤种啊，一口气买了10台，我的天哪，那就直接泄洪似的啊，全部给到我了，只当是买了个纪念吧。你看这剩下的这一大堆，不知道有没有想要的，想要的联系我好吧。
心都在滴血呀。当年售价19999元的8848故宫限定贺岁版，全球限量999台，如今的价格425块。这个呢是我找遍全网唯一一台带包装并且是原机主使用过的手机。当年呢它就是花2万块钱买来的，如今425落到了我的手上。这手机是2016年年底发布的啊，遥想当年机主就能豪掷2万块钱买这台手机，现在生活我觉得一定是比之前要好的啊。同时问各位一个问题，2016年你们正在用什么样的手机？可以打在公屏啊。它这个包装是真大气啊，中间写了个8848，能摸到的地方全部都是皮的，你看这里还是软的，软皮材质，就不知道是真皮还是假皮啊。开盖就跟开那首饰盒一样。哦，这上面好多指纹呢，那毕竟是当废品卖啊，所以说这机主也没怎么擦过。没事，我们先放一边啊，先看看底下哈，这应该是保修卡之类的东西吧。我去，这合格证什么都在啊！你看，产品保修卡、8848钛金手机用户手册啊，手册卡还是挺新的，说明这机主估计也是没怎么看，就直接封存了。底下这里有2个鉴定证书，哎，首饰鉴定证书，合成蓝宝石，这个是贵金属检测，表面覆盖黄金呐，但它这个图片应该是在手机的边框的这个地方啊。当然这个证书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，我们也没买过这个东西。然后这底下就是充电线之类的啊，哇，真的是每一个都在啊，充电头。哇，耳机啊还是新的，没用过。确实，这原机主可能是不使用耳机的人。啊，这是充电线啊，它这个充电头都是那种皮的啊，但是这个是假皮，塑料的。8848快速充电器，输出5伏3安的功率，哎，那属于是快充了啊。再来听一下这手机盒的质感啊，你看，哦，这就是当年2万块钱手机的这种包装盒的感觉啊，不像现在啊，就通通说要什么环保，连充电头都不送啊。接着看手机啊。他连这个都给你留着啊，可以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就是8848钛金手机故宫限定版。你别说啊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反面看着真的是成色还可以啊，表面这个黑色也是皮的，号称用的是什么荷兰进口小牛皮。估计买来的时候没有这么亮啊，可能是原机主使用的时候呢被盘亮了，使用痕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你看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损了啊。反面的话其实还好，估计原机主应该是带着壳的啊。然后还有这里啊，这正中间有一条龙啊，另外还有这侧边啊，这是真闪啊，整体看着有点像那种祥云的感觉。而且看这个鉴定证书的话呢，它是这个侧边还有这个地方应该是金的啊，镀的一层金，怪不得这么亮哈。还有这个蓝宝石的话呢，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就这个。但怎么敲的感觉有点塑料的那种声音呢？那以前我们的手机呢都是要用这种取卡针，对吧？它这个手机不需要啊，只需要直接从这里这样转动一下这个龙，然后这里面会有个8848，往上一顶，手机卡装在这儿，直接搞个电话卡插进去啊，试一下。来开机啊，看看有没有电。哦，有电啊，8848，这是钛金 OS 吗？是。好，右滑解锁。哦，进来了，手机卡也识别上了啊，用的是4G 网，这就是当年的2万块钱的限定手机啊。虽然是个二手的，但是这样拿着一看啊，我感觉真的是很难形容，你知道吧？感觉拿上它立马就变成了那种成功人士，包括这个纹理啊，包括这个龙，包括这个颜色，哎呀。完全是一种那种奢侈品的象征啊！这个手机是8848M3啊，容量是111个 G， 运行内存4G 啊，用的是安卓6.01的系统。整体这样滑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好。哎。这手机还有人玩过啊！王者荣耀、和平精英都装着啊，兄弟们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试一波哈。我这还能玩呢！玩的话我就先插着电啊，怕等会儿关机了。来了！哎呀，声音还不小啊，单扬声道啊，这里没有声音。你看我这都没有声音了。一场新的挑战好，开始了，直接新手教程啊，来。我看看，日落出发，发光的，一个就够了。不是，我人怎么动不了啊？这个应该是我啊，但是为什么头它不动啊？好，重新登了一下，这回应该可以了啊，可以了。玩着的话，稍微肉眼感觉得到有一点点卡啊，但是能接受啊。画质的话不是很高，至少它不会有那种掉帧的情况。我估计可能没有开高帧率模式啊，但是我猜它可能也没有高帧率模式。你看，整体还是。可以啊，然后看一下图像这里分辨率啊，有一个高帧率模式，你看，开了高帧率模式，说真的，兄弟们一点都不卡啊，一点都不卡，这游戏能玩，兄弟们。你看，再看一下这个和平精英哈，哇，它进来这个动画它也不卡哎。
好，我们直接试一波哈。我去，这还有极轻吗？超高清 HDR 高清都开不了啊，只能开均衡，帧率只能开中啊。玩的话是可以玩啊，没有太多的问题。走起来的话其实还行啊。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我说实话，玩的时候这后背贼烫，兄弟们，37度5啊，还不是很烫哎。哦，这个地方最烫，也有可能是我充了电玩的原因啊。但是实话实说，是可以玩的。充了电玩，它也没有说是降频啊或者干什么的啊。毕竟当年这手机可能卖2万块啊，现在能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然后当年这个手机呢，其实还有好几个功能啊，什么加密通话，就是你打别人的电话的时候呢，它那里显示是虚拟号码，就看不到你的号码。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手机它有双系统的功能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系统，它只是表面上的其中一个系统啊，就是只要长按这个地方，你看就可以输入密码啊。哎，这就能够进入第2个系统啊！这个系统跟那个系统是完全是2个系统，就是你可以登录东西啊，包括你存的什么学习资料啊，你都可以放在这里。然后你想切回去的话，就按这里啊。你看，这就是外面那个系统。你想进去的话，你看得输密码。看到没？相当于就是你的手机里面啊，单独再额外上了一个保险箱，别人想进你的保险箱的话呢，就必须得输入密码。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当年很多大佬选择这个手机的原因啊，因为我看了一下这手机现在还活着啊，所以估计肯定是还有很多用户的。然后这是上网的浏览网页的速度啊，刷新率的话估计可能也就只有60赫兹啊。好，拍照咱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像素它说用的是什么？1300万高清摄像，这个是我们手机拍出来的样子，就是他们这个。前置就有点黑了啊。录像功能的话呢还行啊，这前置录像感觉就跟加了一层美颜上去一样。后置录像啊，2个比一下。这手机呢，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广告太魔性，然后价格太贵了，所以网上很多人调侃啊。但有一说一，400块钱买它，至少的话呢，能够满足你的日常使用，并不是说啊，你买来就是一个板砖啊，什么都用不了。这个咱们还算是捡到漏啊，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啊，我估计现在可能买它的人应该是比较少了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那种高端手机品牌了，再花2万块钱买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真的应该是少之又少了啊。最近在网上啊，我又发现了一款2024最新款的盲盒，号称按斤处理的男女毕业季礼物盲盒，价格49块4毛钱3斤，折合1斤16块5。并且我看了评论啊，有人在里面开到了智能手表，还有开到了 DV 摄像机。所以我一口气买了20斤，总共花了330块钱。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堆盲盒到底能开到些啥。说句实在话啊，这堆盲盒拿起来算是挺重的，但是啊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个盒子啊，它大小都是一模一样，而且连快递盒子都一样。所以呢，我就很担心啊，你说这玩意儿会不会像咱们上次买的那个什么水烟盲盒一样，里面放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吧？为了打消这个疑虑啊，咱们先开一箱试试，好吧？还行啊，不是那一种的。这是第一箱啊，里面是1、2、3、4个包裹。哎，先看看第一个是啥啊？这别告诉我是一个锅呀！我去，好像还真的是啊！你看，说明书写的呢就是一个不粘锅啊。那这个锅好像还行啊，对于咱们做美食还是有点帮助的啊。价格应该值个20块钱吧，算它30好吧，多给它10块。好，下一个，这是跳棋呀，这玩意儿多少钱？9块9吧，童年的那种玩具啊。好，又是个玩具，这个是超强粘土玩具，带相框的，这一包估计可能也就是9块9左右，没事，到时候有粉丝要的话送粉丝，好吧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很轻，有可能是毛绒玩具之类的。拳击手套，还行啊。但质量不是特别的好啊，这个比较软，应该就是拿来训练用的啊。平时比赛应该是不会用这个东西，因为太软了前面，但是也挺唬人的，你看，有点像那电击小子的感觉啊。那划算下来的话，刚刚那个大箱就是82块5毛钱，总共4样东西，平均一样东西得20块，好亏啊这，而且还是什么男女送礼物的。哎，那你要这样说也算啊，男女送跳棋，送橡皮泥。来继续啊，下一箱。哦，这个就多了，总共7个快递啊。这个好像是个贝贝佳吧。咦，还真的是啊，专门矫正驼背用的啊，但是肯定不是正版，这没有牌子的。啊？怎么又这玩意儿？我干，朋友们，今夕是何年啊？这会不会又是开始重复了？这俩东西一样啊，但颜色不一样。还有这个是一个晾衣篮，但是很小啊，估计也就只能晾内衣左右的。对，那至少证明啊，这2箱东西它不是一样的，跟上次咱们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那这我就放心了啊。下一个。哇，开到一个麦香双面砧板，这个砧板不便宜啊，最少也得15块钱一个。可以，这个拍视频的话，咱们还是有用的。好，那这样来说就是有2个有用的东西了。下一个，这个名字叫做空调挡风板啊，这拆都不用拆，挡在空调上面啊，大概就是能够挡风。这空调不是有挡风板吗？怎么还有这玩意儿？这我就不拆了啊。然后下一个。
好像是个水壶啊，这么大一个水壶，316新内胆设计，这水壶少说也得19.9块啊，平时还能用得着，蛮不错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水枪不带头的，那还行啊，至少还能用得到。平时有的时候啊，接到旁边拿来洗个车，我觉得还行。如果我要用啊，我还得专门去买一个能配套它的那个专用水枪。不过也还行啊，至少不亏是吧？那这玩意儿应该比较贵啊，比水枪贵。第二箱就没了啊，就这些东西，这就相当于是160块钱花了啊。唯独3个好东西，就砧板、水杯还有锅，对我还稍微有点用啊，让我能兴奋起来。其他东西就感觉是买这东西送的一样。来继续啊，这个包啊也是7个包。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就一个袋子，我天哪，值几毛钱的玩意儿啊，就算一个盲盒了。第二个，啊，不是，这俩袋子是不是一个牌子的啊？一个袋子里面有东西，一个就只发袋子是吧？这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啊。这个是专门固定整理床单的一个固定器啊，那就好像还有点用啊，偶尔整理床单还能用得上，但是也不行啊，这至少让我开一个好一点的吧。我天哪，这保鲜膜套又来了，这玩意就是智商税啊！买保鲜膜也千万不要买这保鲜膜套，这玩意真的不值钱，100只估计可能也就2块钱左右。啊，怎么这么多羽毛球啊？但是问题是我也不打羽毛球啊，这还是带灯的，你看，专门用来晚上打的是吧？主要是你这给球你不给拍子，还是千万别给啊！希望你别等会儿真的给我个拍子，那我还打还是不打？艾草足浴包，这不会是一个泡澡桶吧？啊，好像还真的是啊，就是那种旅行专门用的一个泡澡的那种桶子，估计可能也就10几20块钱吧。好，下一个，哎，这玩意儿应该是一个好东西吧？长条形的，瞅着我就感觉像手表啊！来，金色的朋友们，金属的啊。这他妈的！好，还剩下最后一个包裹，刚才那一堆都是垃圾玩意儿啊！希望你能开一个好一点的东西吧，这不会是羽绒服之类的吧？好像还真的是衣服啊！哎，不是衣服，一个抱枕，一个被子，这应该是放在车上用的，要不然就是放在客厅那个沙发上面用的。这个还可以啊，值个30块钱左右啊，这就已经开200多块钱了啊，好亏呀！还剩下最后一个包裹啊，别的不多说啊，就血亏到底，好吧？我最后这一个有10个包啊，朋友们，来，那估计好东西应该在最后这一个里面啊。好，喜提亮甲片1盒，然后是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帽子一顶，这应该是帽子吧？戴了之后真像冤种啊！我天哪！好，弹跳绳，这应该是弹跳绳啊，专门健身用的吧？还是说那种拉伸用的，或者是这种跳的啊？哎，但是硌脚啊！你说这东西发给我有什么用啊？长得像个拖布一样，不会是想让我边弹跳边拖地吧？下一个又是一个砧板，现在看到这个砧板，我只能说心里还稍微好受一点，至少我还能用得到啊。好，2卷一次性洗脸巾啊，不看我还以为是卫生纸呢。这好像又是一个这个泡脚桶吗？是，刚才这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？这2个颜色一模一样，是吧？我说了，还真是泡脚桶啊。没事，正好跟我老婆一人一个啊。这个是一次性的洗碗布，可以，至少能用得到。这一包估计可能也就是3块钱左右啊，因为我之前看到过。然后呢，就剩下最后3个东西了啊，能不能欧皇就看最后这3个东西了。第一个，咦，拿着贼重啊，没想到是这鬼东西，握力器。你说这是男女生专门送礼物的盲盒吗？这送男生握力器有点牵强了吧？还有就是送女生送这个啊，给女生专门打男生用的吗？好，下一个啊。哎，有包装的啊，多功能卷发器，好啊。那这个就是男生送女生的是吧？这应该是唯一里面最好的一个电子产品了吧，朋友们？不知道值多少钱啊？看那个做工，估计可能也就30、50块钱左右的产品啊，至少还是个玩意儿啊，能回个那么几十块钱，对吧？那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啊，最后这一个就不用看了啊，名称叫做按摩扭腰机。哦，它还不是电动的啊，这个是手动的，朋友们。就你站在这上面啊，你得自己这样扭。好，朋友们，这就是300多块钱开出来的产品啊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是赚了还是亏了啊？没事，可以自豪的打在公屏啊，反正新年嘛，对吧？咱们就喜庆一点。对于我来讲啊，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是2个砧板加1个锅，外加这个抱枕加毯子，还有这个保温杯，稍微好一点。其他东西可谓就真的就是塞垃圾给咱们。没事啊，这就是咱们2024年的新年第一亏。所以总来讲呢，虽然说也是按斤称的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我们之前买的那个按快递运费买的那个盲盒，那里面至少还有比较值钱的东西，不像这个啊。血亏到家，唉，就这吧。
来，兄弟们，试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就是每年苹果发的那个什么手表，各位关注了没有啊？大家都知道苹果的东西呢，它其实是比较贵的啊。刨去体验的话呢，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品牌贵，因为现在出的那个什么老型号的那种次旗舰机啊，就 SE 系列嘛，换了一个最新的处理器，用以前的外观都能卖到现在主流安卓机的那种价格，不得不佩服这个品牌力啊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我们中国呢是有万能的数码市场啊，叫做华强北。去年我记得我拍过一个黑科技视频啊。就是我手上现在戴的这个玩意儿啊，名字叫做 Apple Watch Series 7，但是啊，我这个手表并不是官方的，我当时买的价格呢是花了128，但是直到今年啊，它又出了一个，就是 Apple Watch Series 8，我今天第一次买啊这个玩意儿。当然呢，出了这个东西，好像是2个星期都没到啊，华强北紧跟时事，立马也出了一个就是华强北版的苹果手表第8代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很简单，我们用这个华强北的手表第8代来对比这个苹果出的苹果手表第8代，看看它2个实际用起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。因为这个官网买的话呢是花了3199块钱，华强北的啊花了我184啊，还不到200块钱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开这个华强北出的啊。东西真的多，兄弟们，晒图还能得10块钱的红包，然后送的东西也是挺多的，一个手表套，彩虹编织表带，然后这个是无线充电的这个硅胶座，也是送的，不锈钢的表带，最后这个就是叫做 Watch 8的手表啊，然后接着是苹果的啊，我们再撕开啊。这苹果就是一个这个包装就是这么长的吗？里面没有东西送啊，就是一个苹果的这个表盒的主体，拿起来特别重啊，这个拿起来是比较轻的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啊，华强北的第8代手表啊，拆开是什么样子的啊？说明书长这个样子，这是无线充电器，这个是官方标配的表带啊，然后这个啊就是第8代手表的主体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再来看苹果的啊，我还没拆过苹果的呢。我去，它是分段的，接下来就是2个啊，我们先看看表带啊，撕开。我去，这表带都有说明书，兄弟们，大号小号有2个啊，然后这里就是苹果手表了啊，来，当当，这贵是真的有贵的道理的，兄弟们，来，现在来对比一下华强北的啊，同样就是一个说明书，然后这个是充电线，华强北的充电线就是长这个样子啊，然后这里呢就是苹果的和华强北的手表主体啊，二者来对比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个是苹果的，这个是华强北的。这样看呢，就是华强北的要显得高级一点，因为我买的这个苹果的呢是铝制的那个表壳，然后华强北的话它没有铝制的，它默认就是不锈钢的啊。来，咱们静静的撕开啊，这个就是不锈钢的第8代水果手表，破折号，华强北版。好，接下来这是官方正品的啊，这个就是苹果的，兄弟们。那首先呢，戴表带我就发现一个区别，就是苹果的这个表带呢，它戴上去是左右脱落，它脱不下来的啊，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有个卡扣。但是华强北的这个啊，你看我直接就可以拉出来。不过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说把这个华强北的装在苹果的上面，你们说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正好呢，华强北的手表啊，送了咱们不锈钢表带。这个是不锈钢表带，然后这个彩虹表带啊，我们试一下看看，如果装在苹果上面会是什么样子啊？好，这就是华强北的表带装在苹果的上面啊，是可以装的，但是它这个接缝啊，这里有一个这种差距啊，我不知道是工艺上面还是说我装错了。不锈钢的表带啊，装上去也是同样啊，不能动。装完以后啊，这个表瞬间就逼格的出来了，兄弟们。好，现在咱们试戴一下啊，这个不锈钢的表带在苹果价值也是700多的，这就是华强北的表带结合苹果的手表啊，戴上去是这个感觉的，同样是吸附的操作啊。然后接着咱们开机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是表盘啊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个表盘出来了啊，它是去年那个7代那种表盘啊，但是它这个不会动啊。去年的话100多，今年的话也是100多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苹果的。直接打开就要激活啊！那手机靠近啊，直接就来了，弹窗，继续 ，OK， 还要稍微设置一下啊，直接设置啊，好 ，OK， 苹果的已经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2个手表啊都已经连上了手机啊，这个手表的话呢用的是官网自带的软件，然后这个手表啊它要单独下一个软件，就是这个软件啊，然后设备呢这里也是一样啊，有表盘表库啊，华强北的表盘更多一点啊，你说实话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对比一下这2个应用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，先来看华强北的，进入里面啊，必须要点一下。好，就可以进入这个应用界面啊。我们看左右滑动是这个样子啊，它其实还是比较细腻的啊。它跟苹果的操作是一样的，苹果也是这样，也是按一下
进界面啊，但是它这个有动画啊，华强北的是没动画的，你看，包括流畅度啊，来我们来对比一下啊，左右滑动，包括放大放小哈。我扭快一点试一下也不行，你看我这样往上翻一下，你看我这样，你看，往上拖一下，哎，不动了啊。苹果你看啊，看苹果的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它的电话功能啊。首先来测一下这个华强北的，我给他的手机打个电话啊。好，这是华强北的电话显示的功能啊，我看能不能接哈。哎，我点了接，他咋不接？你再打一个。我点了接，哎，它是能接到电话的啊。我点接哈，你看看，我点了接，它接不了，兄弟们。好，苹果的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好，苹果是这样的啊，我看能不能接啊。哦，它直接就有了，兄弟们，你看我能说话不？我看我能说话不？喂，喂，你去外面打一个嘛，你去外面打一个。好，现在电话来了啊，我们直接接一下，拿手表接啊，然后手机我们不动啊。喂，喂，是手表的声音。喂喂喂，能听到不？啊，我可以听到啊。意思就是只要不动手机的情况下，它是可以用手表通话的。这是属于一个交互逻辑，对，它都判定到你拿了手机了，对吧？那就是以手机为先。华强北不是说他接不接电话的问题，是他根本就不能接啊，测试不了，对，他根本就不能接电话。我们接下来试一下短信提醒嘛，先用苹果的，你给我发一条消息，发个消息给你。啊，有了啊，我可以点进去回吧。好的，我去，你看它这个表盘这么小一个，可以用语音打字啊。好的好的，马上到，立马就有了。那我给你发一个啊。好，发送了。哎，有了，它界面跟苹果完全不一样，我看能不能回啊。回不了，不能回啊，它只能看，跟电话一样，你只能看到，就是只能提醒你有这个消息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我那个手环一样是吧？对。然后这个手表的话，据说也是可以通过离线支付的方式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用啊。这是华强北的，我在这要绑定手机，这同意绑定一下就可以啊。只能支持支付宝，不能支持微信的。连接异常什么意思？咱们先看看这个苹果的哈，微信，哦，开启支付，而且可以让别人加你好友。它可以直接开启支付，你看，然后支付宝的支付在这儿啊，有乘车码、付款码，还有收能量，还养小鸡啊，这都可以。你看养小鸡，我去。然后华强北的这里我试过了啊，连接异常还是不少了啊，它连接不了，连了2遍都连不了。所以就从这个体验来说，苹果又比它完胜一筹。它虽然是可以实现离线支付的功能，应该也是可以的，但它只能支持支付宝，不能支持微信。那防水的话呢，我就不测了啊。就苹果是号称 IP68啊，IP68到底能不能防水，其实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，但华强北的这个估计肯定是不行啊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如果各位想买这种表哈，就看一下这个视频，你们就知道这个对比其实是很明显的。因为毕竟嘛，华强北的才180多块钱，零头都不到，苹果3000多。各位如果说你想买一个手表啊，从来没用过苹果的手表，你可以买这种华强北的去体验一下。主要其实是看你买这块表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。如果说只是用来看时间，对，那你没必要买这么贵的，没必要，你买个手环都行。对，总结，其实华强北的东西除了手表啊，手表我们就说了，最推荐买的是这个表带。对，这个是这个表带，其实你说嘛，在那个什么各大电商平台其实都有的卖，对，就那么不一定是说要买华强北的，只不过就是说我们两个觉得官方的那个性价比太贵了，哎，就那样。你们各位哎，懂的都懂，懂的都懂啊，我就不点名，对吧？反正这对比你们也看到这个差距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评判就行，反正大概就差别是很明显的。拿去给你用了，2台都拿去了，这也是华强北的。着了你的道了，这个3个放桌上，你一下真分不清，你知道？我以为这个是。